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林静是一位年约27、8的职场女性，平日里总是埋头工作，几乎没时间顾及自己。她的生活被一成不变的日程表所填满，早9晚6的工作，忙碌的社交，应酬不断的会议，早已让她感到身心疲惫。偶尔她会向自己投去一丝问号，生活是否总该这样机械？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这一天，林静终于决定给自己放个长假。她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推荐，北投温泉，台湾最好的疗养胜地。温泉泡澡放松，想象着泡在温泉水中，身心舒展的模样。她立刻做出了决定。北投温泉，台湾北部的著名景点，不仅是疗养的天堂，更因为其被火山地热温泉水环绕，成为了当地人和游客的度假胜地。这里的温泉水富含矿物质，对皮肤有着奇妙的疗效。长久以来，北投被认为是一个远离尘嚣、洗净疲惫的理想之地。林静从未到过这样一个地方，心中充满了期待。她抵达北投的那天，天气有些阴沉，天边被云层覆盖着，仿佛透出一种若隐若现的神秘感。随着车窗外景物的流动，林静渐渐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这个地方充满了自然气息，周围的绿树成荫，山脉环绕，远处温泉的蒸汽雾气袅袅升腾，仿佛一座仙境。他住进了一家温泉度假酒店，酒店的装潢古朴典雅，融合了台湾传统和现代设计风格，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。工作人员引领他进入自己的房间，温暖的灯光和舒适的床铺让他一度放松下来。即使外面天色微暗，林静仍然被这片宁静的氛围所感染，决定赶紧去温泉泡澡，放松心情。林静穿上浴袍，准备前往温泉区。走廊里空无一人，四周的墙壁上挂着一些古老的图画，似乎讲述着温泉的历史。他忽然停下来，瞥见了一幅年代久远的画作，画中描绘的是一片温泉池，池中水波粼粼，四周环绕着浓雾，远处的山脉和天空显得苍茫而神秘。这画怎么看都有些怪异，林静心里轻轻嘀咕了一句，但很快他就抛开这些不必要的想法，顺着指引来到温泉区。温泉池位于酒店的后方，远离喧嚣的客房，周围的景色静谧如画。林静走到池边，看到池水泛着微弱的白色蒸汽，水面上漂浮着一层薄薄的雾气，池边的灯光柔和地照射在水面上，使得水面看起来像一面镜子，仿佛能够映照出他内心深处的秘密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脱下浴袍，走进了池水，水温适中，轻轻包裹住他的身体，温暖而舒适。刚进入水中的时候，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，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被这温暖的水流冲刷掉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林静开始注意到温泉池的水似乎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，最初的舒适感逐渐消失，水面变得有些怪异，仿佛有种隐秘的力量在牵动着水的流动。池水开始渐渐变得有些炽热，甚至有些灼热。林静感到一阵不适，便准备转身离开。就在他准备起身的那一刻，池水的温度突然升高，甚至让他感到有些刺痛。他低头看去，池水的颜色仿佛有些改变，透出一种暗红色的光泽。水面上漂浮着一些不明的物体，像是薄薄的皮肤，轻轻漂浮在水面上，随着水波轻轻摆动。林静的心脏猛地一紧，这是什么？他喃喃自语。突然一股强烈的不安感涌上心头，他下意识地向四周看去，周围的池子里空无一人，四周寂静无声，只有温泉水发出的轻微波动声。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奇异的味道，混合着温泉水的硫磺味，还有一股让他心头发寒的腐朽气息。林静想要回到池边，但他的腿突然一软，脚步停滞不前。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加速，仿佛有一双无形的眼睛正从水中注视着他。他环顾四周，目光触及到远处的一处昏暗角落，似乎有某种黑影在移动。他猛地一惊，回过神来，却发现水面恢复了平静，漂浮的物体也已经消失。他不敢再多想，急忙从温泉中爬了出来，浑身是汗，内心的不安感愈加明显。
当他走回房间时，心情依旧不平静。他的脑海中萦绕着刚才的画面，那个薄薄的皮肤，隐约的腐臭气味，以及那种无法言喻的压迫感。他开始怀疑，温泉池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。林静回到房间，脱下湿漉漉的浴袍，站在镜子前，茫然地盯着自己的面容。他的心情依然没能平复，刚才那股莫名的不安始终萦绕在他心头。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过疲惫，脑袋有些过度联想。但那股腐臭的味道和水中漂浮的物体，他怎么也无法忘记。他的目光停留在窗外，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林静走到窗前，透过玻璃看着温泉池的方向，池水在灯光照射下仍旧泛着白色的雾气，显得神秘而宁静。温泉区依旧空无一人，只有1-2个悠闲的游客站在远处的凉亭下，享受着微风。林静想，也许他只是过度紧张了。他决定再去泡一会儿温泉，释放自己内心的焦虑。他穿上浴袍，再次走出房间，沿着长廊走向温泉区。这一次，他的脚步更加沉重，心跳也开始不由自主地加速，仿佛那股不安的情绪又一次席卷而来。当他站在温泉池边时，周围的景象仿佛变得更加陌生。尽管池水依旧清澈，蒸汽轻轻升起，气氛依然平静，但他却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压迫感。他不由自主地环顾四周，视线穿过池水，望向那些深邃的角落，仿佛那里有什么东西在隐藏。伺机而动，他心里开始有了些许警觉，脑海中浮现出刚才水面上漂浮的怪异物体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放松，慢慢进入池水。温泉的热气让他全身放松，似乎是唯一能让他暂时忘记那些不安的东西的地方。然而，温泉水似乎有了不同的反应，水温开始逐渐升高，不再像上次那样适中，反而变得更加炙热。林静只觉得全身泛起了阵阵刺痛，仿佛皮肤被水中的某种力量烫伤了一般。他立刻想要起身离开，但身体却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束缚住了，无法动弹。他的头脑开始变得昏沉，视线模糊，仿佛陷入了某种奇异的迷离状态。就在他想要挣扎时，水面上再次出现了那些怪异的物体。这一次，那些物体并不是随意漂浮，它们有规律的旋转，像是被某种力量牵引着，缓慢而有序的移动。林静的心跳急速加速，他的双手紧紧抓住池边的石壁，心中充满了恐惧。他低头看去，池水中的物体越来越清晰，那不是简单的皮革或布料，而是被剥离的皮肤，薄薄的近乎透明的皮肤，像是从某个活人的身体上剥下来的。它们在水中游动，隐约呈现出某种不规则的形状。林静的呼吸变得急促，心头的恐惧感几乎要淹没他的理智。他突然想到女服务员之前提到的人皮传说，不由得一阵寒意袭上心头，整个人几乎瘫软在水中。他深深地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怪圈。温泉池中的这些怪异现象绝非偶然，他急忙想要从池中爬出来，但就在这时，温泉池四周的空气似乎发生了变化，压迫感愈加强烈，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林静的视线再次被池水中的人皮吸引，那些皮肤像被某种力量牵引着，缓慢地向他靠近，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正在引导他们。突然间，水面下的某个地方传来了一声轻微的咔嚓声，仿佛某种东西在水下破碎。林静的心猛地一跳，他下意识地朝那个方向看去，只见水面一阵剧烈的波动，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让他毛骨悚然的低语声，清晰可闻，似乎来自水下的某个幽灵。救我！那声音低沉而沙哑，仿佛来自极深的地方，带着一种强烈的哀求。林静惊恐地四处张望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他只看到水面上那层薄薄的皮肤正缓慢地游向他的脚边，那声音似乎正是从这些皮肤中发出的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他猛地意识到，这些人皮并非普通的物体，他们是某种被诅咒的存在，带着无尽的怨气和求助。他们不是死物。林静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，整个身体的冷汗瞬间涌了出来。就在他几乎要崩溃的时候，水面突然恢复了平静，声音消失，周围的一切仿佛恢复了原样。
他急促地大口喘气，心跳如鼓，脸色苍白。温泉水再次变得温和，但他的内心却已经被深深撕裂。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压迫感，立即爬上温泉池的台阶，匆忙走回酒店房间，双腿发软，几乎无法站稳。他的脑海中回荡着刚才的低语声，还有那片漂浮的人皮。他明白自己再也无法像之前那样单纯地享受温泉的宁静了。他猛地关上房门，缩在床上，目光始终无法从那片温泉池的水面上移开。他知道这个地方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疗养圣地，它隐藏着某种黑暗的力量，正悄无声息地吞噬着他的理智。林静的内心依旧无法平静，那一晚的经历深深烙印在他的记忆中。每当闭上眼睛，脑海中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温泉池中漂浮的人皮，以及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低语声。他尝试理智地分析自己是否是过度疲劳，是否只是心里太过紧张才产生了幻觉。但每当他想到那些异象，内心的恐惧却又涌上心头。在度假酒店待了几天，林静几乎没有再去温泉泡澡。他白天游览了周围的景点，试图通过其他活动分散自己的注意力，但温泉的神秘与恐怖感始终未曾离去。尤其是在每晚的梦中，那个声音依旧在耳边回响，救我。有时候林静会看到自己在池水中漂浮的模糊身影，似乎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束缚，无法挣脱。他知道这些梦境并非单纯的噩梦，而是某种预兆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是他被卷入了一场无从逃脱的宿命。某个午后，林静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酒店的大厅，准备与酒店的工作人员聊一聊。他知道，想要解开这段恐怖经历的真相，必须了解这个温泉的历史。他走到前台，遇到了那位年长的女服务员。这位女服务员曾在他入住时给他讲过一些关于温泉的传闻。你还记得我吗？林静小心翼翼地开口。女服务员抬起头，似乎有些惊讶地看着他，但很快便露出了温和的微笑。当然记得，你是那位独自一人来放松的女士吧？最近过得如何？温泉的水还好吧？林静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沉默了片刻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最终还是问了出来。你刚才说过关于温泉的传闻，能告诉我更多吗？关于那片人皮的故事。女服务员的脸色微微一变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。她低下头，看了看自己的双手，仿佛在思索着如何开口。你应该知道，北头温泉并非普通的温泉。她终于开口说道，声音低沉而沙哑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警告。这片土地早在几十年前就发生过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。那个时候，这里并不是现在这样宁静，曾经有过很多神秘的失踪事件。林静的心猛地一跳，急忙凑近了些。失踪事件是什么样的失踪？女服务员似乎犹豫了一下，最后低声说道，这件事与一位叫做清泉的年轻女子有关。她是当时一位富有的商人家的女儿，非常美丽。她的父母把她送到这里来疗养，传说她曾在温泉池里泡澡时神秘失踪。几天后，人们在温泉周围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物体，经过调查，大家才发现温泉水里竟然漂浮着她的皮肤。皮肤？林静吃惊地重复道，你是说人皮？是的。女服务员点了点头，眼神变得更加深沉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并不是意外。有人说，这背后有着某种黑暗的力量。传说清泉的失踪与一群神秘的日本人有关。那时候，北头的温泉水被认为是能够让人长生不老的圣水，很多富商和权贵都纷纷来到这里，但他们并不只是为了疗养，而是为了进行一种古老的仪式，剥取生者的皮肤，制作成神秘的符咒，用来换取永生。林静的心猛然一紧，感到一阵冷风袭来。他回忆起之前在温泉水中看到的皮肤，那些看似无害的物体，其实背后藏着如此黑暗的秘密。那女人，林静忍不住问，她后来怎么样了？女服务员闭上眼睛，轻声叹了口气，她的死并没有结束一切，她的灵魂无法安息。每年都会有新的游客来到这里，他们或许并不知道，北头温泉一直被一种恶灵笼罩着，而那些皮肤，他们不仅仅是死者的残骸，他们被诅咒，
成为恶灵复生的媒介。每次有人消失，都是恶灵的复仇。林静听得心脏狂跳不止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他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这一切。温泉，这个他本以为只是一个放松的地方，竟然隐藏着如此可怕的秘密，背后竟然藏着一段如此恐怖的历史。你不应该再待在这里了。女服务员似乎察觉到林静的恐惧，语气变得急切。你应该立刻离开，因为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成为恶灵的目标，成为下一位替代者。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只是开始，如果你不离开，他会缠住你，直到你无法逃脱。林静的头脑嗡嗡作响，整个人如同被雷击一般。他明白自己已经卷入了这场无法逃脱的黑暗漩涡，而自己曾以为的度假天堂，如今却成为了他的噩梦。他急忙起身，转身走向房间，脚步变得匆忙而沉重。他意识到，自己不仅仅是看到了温泉中的恐怖，甚至他的每一个梦境，每一个低语声，都在向他传递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。他已经成为了人皮的一部分，成为了恶灵复生的牺牲品。林静彻底陷入了恐惧之中。他坐回房间的床上，脑海中回荡着女服务员所说的话：你不应该再待在这里了。每一字每一句仿佛都如同冰冷的利刃，刺入他的内心深处。他试图平静下来，但那股深深的恐惧感依然无法消散。他的眼前时不时闪现出温泉池中的人皮，以及那些低语的声音，那些仿佛从水底传来的求救呼喊，已经无法从他的脑海中抹去。林静知道，他必须离开这里。可是，一旦他想要离开，心头的压迫感便愈加强烈，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牵扯着他的意志，阻止他逃脱。他打开手机，试图联系外面的世界，拨打了几通电话，却发现信号异常不稳定，似乎有某种干扰。他心底的一种不祥的预感愈发强烈，这个地方似乎早已与外界隔绝，成了一座无法逃离的诅咒之岛。他走到窗边，想要看看外面是否有任何变化。透过窗户望出去，温泉池依旧静谧而平静，四周的山脉被朦胧的雾气笼罩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然而林静知道，这只是表面的宁静，下面潜藏着的黑暗力量随时都能将它吞噬。突然，他的手机屏幕亮了，跳出了一个消息提醒。林静下意识地伸手拿起手机，看到屏幕上赫然显示出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。你能感受到他的呼唤吗？他在等你。林静的手一抖，手机差点掉落。他的内心像是被重重打击了一下，心跳陡然加速。他急忙将短信删除，但内心的恐惧却愈加强烈。他知道这不是巧合，这条消息是有某种力量在控制他，试图引导他去面对某种未知的恐怖。他的目光又回到那扇窗户，心中产生了一个莫名的冲动。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驱使他，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诱使他走向温泉池。于是他决定再次前往那个地方，看看是否真如女服务员所说，只有离开才能避免更多的危险。走出房间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气息，周围的走廊静得让人不安，仿佛一切都被静止了。林静的心跳越来越剧烈，每一步都像是踏入了未知的深渊。当他走到温泉区时，周围的一切看起来依然如常。温泉池在雾气中若隐若现，空气中弥漫着硫磺的味道，宁静又诡异。但这次林静不再感到安慰，而是感到一种无法逃避的压迫。他犹豫了片刻，深吸一口气，缓步走向池边。温泉池中的水面依然泛着白色的蒸汽，似乎在向他召唤。他的手伸向池水，触碰到温暖的液体，但却感到一阵剧烈的刺痛，仿佛水中隐藏着某种火焰。林静猛地将手收回，心跳加速。就在他犹豫间，一阵低语声突然从水下传来：救我！声音低沉沙哑，仿佛来自极远处，却又近得让他无法忽视。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力量将他推向水中，他的双腿像被某种无形的绳索拉扯，开始不由自主地向水中走去。他拼命挣扎，想要拔腿而退，但身躯却无法控制，像是被某种强大的力量牵引。水面上浮现出一只手，苍白而干枯，指尖弯曲如同死尸的手指，
那只手在水面上轻轻拍打，发出一阵奇异的波动。林静心头一震，突然意识到，水下并不只有那个传说中的人皮，还有更多的东西，更多的灵魂，等待着他的降临。他拼尽全力想要后退，但温泉水的压力越来越大，仿佛周围的水在不停地吞噬他，逼迫他向下沉去。他无法动弹，四周的景象开始扭曲，眼前一片模糊，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你不能逃脱。那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冷意。就在他快要彻底崩溃之际，他的身体猛然被拉扯了一下，剧烈的疼痛让他一阵清醒。他努力睁开眼睛，只见温泉水中突然浮现出一张苍白的面孔，正是那位失踪的女子清泉。她的眼睛空洞无神，脸上的皮肤如同死尸般剥落，嘴巴张得极大，露出一排腐烂的牙齿，嘴里吐出的是那声令林静彻底崩溃的低语：你来晚了。他的手伸向林静，指尖的腐肉几乎要触碰到他的皮肤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林静感觉到自己仿佛被某种冰冷的力量掌控，身体不由自主地朝着那只鬼手靠近。一股剧烈的疼痛突然穿透他的胸口，犹如刀刃般刺入他的心脏。他大口喘气，几乎失去意识。就在此时，他终于意识到，他被拖入了清泉的冤屈与复仇之中，成为了那只人皮恶灵的下一个目标。温泉的水温变得异常冰冷，林静几乎要失去知觉，浑身无法动弹。他的眼前一片黑暗，恶灵的手指越靠越近，仿佛要将他拉入无尽的深渊。林静的身体仿佛被冰冷的水流侵蚀，四周的景象愈加模糊，眼前的世界开始旋转。他感觉到无数双看不见的手从水中伸出，牢牢地抓住他的四肢，将他向深处拖拽。每一寸肌肤都在燃烧，每一根神经都在剧烈的痛苦扭曲。他的心脏猛烈地跳动，仿佛要从胸口跳出来。清泉的面孔越来越近，那张剥落的皮肤如同死尸一般，血红的眼睛紧紧盯着他，嘴巴张开，发出无法言喻的低语声：你来晚了。林静的眼角已经开始看到黑暗，四周的水像是吞噬他的深渊。他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压力压向胸口，几乎让他窒息。他的心跳在他耳边轰鸣，脑海中一片混乱，只剩下无尽的恐惧与绝望。我要死了吗？林静想，内心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恐惧和无助。他已经无力反抗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恶灵逼近。就在他的意识即将完全模糊时，突然一道强烈的光芒从水面下闪烁而出，照亮了他的眼睛。那光芒刺得他的眼睛几乎睁不开，仿佛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与黑暗抗争。林静拼尽全力睁开眼，试图看清那道光的来源。他看到光芒从水下某个地方迸发出来，像是一团炽热的火焰，强烈地驱散了周围的黑暗。与此同时，清泉的面孔开始扭曲，发出一阵尖锐的哀嚎，仿佛被某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推开。那光芒越来越强烈，清泉的幽灵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彻底撕裂，扭曲的面孔化为一团黑烟，消失在空气中。林静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死死抓住那束光芒，仿佛它是他唯一的希望。忽然，光芒猛地收缩，化作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林静眼前。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那是女服务员。女服务员的面容不再是刚才的平和与微笑，而是充满了强烈的决绝与愤怒。她的眼中带着某种超乎寻常的光辉，周身散发出一种奇异的能量。她的双手高举，指尖散发着耀眼的光芒，像是某种强大法力的象征。你，林静几乎没有力气发出声音。你为什么？她不能再继续下去。女服务员的声音如同从天而降的命令，冷静而坚定。我曾经也被他困住过，差一点就成为他复仇的一部分，可是我最终反抗了。今天我必须解救你，结束这一切。林静惊愕地看着他，脑海中一片混乱。他根本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，但他能感觉到女服务员所释放的光芒是那么的强大，仿佛能够消除一切黑暗与恐惧。你是？林静咽了口气，拼尽全力开口。你是他的一部分，你也是清泉的。女服务员点了点头，眼中闪过一抹痛苦的神色。是的，我曾是她的姐妹，清泉是我最亲的人，可是
他的贪婪和执念导致了这一切的灾难。他为了得到不死之身，选择了剥取他人的皮肤，进行黑暗的仪式。而我，因为曾经阻止他，才最终被他抛弃，成了他复仇的工具。每年，他都会诱使一个游客来到这里，将他们的灵魂与他的怨气一同吞噬。林静大脑一片混乱，努力地思考女服务员的话。那么你为什么帮我？因为我知道，只有让他的灵魂彻底解脱，才能真正结束这一切。女服务员冷冷地说道，你是唯一一个能够打破这个诅咒的人，如果你不反抗，他的诅咒将继续延续，你的死将不会是终结，而是新的开始。林静的心头一震，终于明白了女服务员的用意。原来他一直在等待着一个能够打破这个诅咒的勇士，而现在他已经成为了唯一的希望。那么我该怎么做？林静声音微弱，大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你必须与我一同摧毁他的灵魂。女服务员微微一笑，眼神中透露出一股坚毅。只有摧毁他的怨气，让他的灵魂彻底安息，所有的诅咒才能解开。女服务员高举双手，光芒再次爆发，照亮了整个温泉池的深处。林静深吸了一口气，紧紧握住女服务员的手，两人默契地站在一起，开始运用着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，去对抗那股压倒一切的恶灵。温泉池中的水开始剧烈翻滚，似乎在反抗这种光明的力量。黑暗的气息开始蠕动，死尸般的手臂再次从水底伸出，想要拉住他们。然而这一次，女服务员和林静的光芒更为强烈，他们把周围的一切黑暗撕裂开来，整个温泉池顿时变得通亮。在最后的那一刻，林静感觉到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冲击着他的心灵，那股压迫感与恐惧感消失殆尽。他终于明白了，自己不仅仅是在与恶灵抗争，更多的是在与自己的内心恐惧做斗争。水面在强光的照耀下逐渐平静，而清泉的幽灵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林静的身体重新恢复了自由，四周的空气变得清新而温暖。他回过头看向女服务员，眼中满是感激与疑惑。你最终解脱了他。女服务员微微一笑，眼中没有一丝遗憾。是的，终于解脱了，这场灾难终于结束了。随着女服务员的话音落下，她的身影逐渐变得透明，像是消散在空气中。林静伸出手，却触碰到了空无一物的空气。女服务员已经不再存在，仿佛从未出现过。温泉池的水再次恢复了平静，仿佛一切都恢复了原样。林静站在池边，回望着那曾经令人恐惧的地方，心中充满了释然和感激。他终于明白，那个诅咒的源头并不仅仅是温泉池中的恶灵，更是人心深处的执念与贪欲。而他最终用自己的勇气和决心打破了这一切，让所有的灵魂得以安息。温泉池的平静似乎恢复了一切，周围的空气变得清新而温暖。林静站在池边，双腿发软，眼前的一切如同刚刚做过一场夜梦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感到全身的紧绷终于得到了一丝释放。然而心底那股未曾完全消散的恐惧感却依然让他无法真正放松。他回望着消失的女服务员的身影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那位帮助他打破诅咒的女人究竟是真实存在过，还是只是某种灵异的幻象？他始终无法弄清楚，那个解开困局的光辉是否真的是解救他的一线希望，亦或是另一个即将降临的陷阱。林静没有再敢待在温泉区太久，他匆匆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闭上门，坐在床上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然而心底的不安始终挥之不去。他知道这一切并没有完全结束。几天后，林静决定提前离开北头。他已经从这个地方感受到了一股无法言喻的压迫。尽管他解开了恐怖的谜团，但他依旧无法抹去心中的阴影。他收拾好行李，办理了退房手续，准备搭乘最后一班前往台北的巴士。走出酒店，林静回头望了望那座温泉酒店，他仍然屹立在浓雾中，仿佛无言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。温泉区的地方依旧寂静无声，周围的山峦依旧遮蔽着阳光。那股熟悉的压迫感再次袭来，仿佛在提醒他，有什么东西还没有结束。他快步走向巴士站，
心中难以平静。上了车后，他选择坐在窗边，闭目养神，试图让自己从这段恐怖的经历中恢复过来。车窗外的景色飞快地掠过，但他的内心依然无法平复。突然，车窗外的景象开始变得模糊，他睁开眼，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，清泉的面孔正出现在车窗外。那张苍白的脸如同死尸一般，眼中满是空洞的深渊。林静的心跳瞬间加速，手中的行李不自觉地紧紧握住。你怎么可能？林静震惊地低声喃喃，那张脸依旧紧贴着车窗，表情扭曲，嘴巴微微张开，似乎在低语。林静听不清他说了什么，只能看到他的嘴巴微微动着。他赶紧闭上眼睛，不敢再看那张脸。然而当他再次睁开眼时，车窗外什么都没有，那张脸突然消失不见，周围的景象也恢复了平静，心中的不安愈加深重。林静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陷入了一种心理困境，是温泉的恐惧依然在他的内心作祟，还是那个复仇的灵魂依旧在追寻他？他知道这一切可能永远无法得到答案。随着车子继续前行，林静的思绪渐渐回到了那场神秘的梦境。梦中的清泉一直在召唤他，仿佛在暗示着什么未完成的事情。他记得女服务员曾说过，你是唯一能够打破诅咒的人，如果你不反抗，他的诅咒将继续延续。那么清泉的怨恨是否真的被彻底消除，还是他的灵魂依旧没有获得安息？巴士终于抵达了台北，林静带着一颗不安的心踏上了最后的旅程。他走出车站，回望着远处渐行渐远的北投山脉，心中隐约感到有些东西或许永远都不会离开。几周后，林静回到台北，恢复了正常的生活。他试图将这段恐怖的经历埋藏在心底，开始集中精力工作，甚至重新尝试与朋友和家人联系，恢复他平静的日常生活。然而越来越多的夜晚，林静开始做一些奇怪的梦。他梦见自己回到了那个温泉池，水面变得异常平静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然而在水底，他依然能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孔，清泉的面孔依旧带着不可思议的怨气，正在注视着他。每当林静伸手去触碰水面时，清泉的眼睛会瞬间放大，仿佛在催促他做出什么决定。更令林静不安的是，他的镜子里偶尔会出现一张陌生的脸，那张苍白的脸，清泉的脸，若隐若现。每次他看到他时，都会猛地回头，然而背后什么也没有。林静的内心渐渐被一种恐惧吞噬，那种从未离去的阴影让他无法喘息。他开始感到无论走到哪里，清泉的灵魂始终在他的身后，等待着某个无法避免的时刻。似乎他依旧没有摆脱诅咒的阴影。最终林静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完全从北投的恶灵之中解脱出来。那个冤屈的灵魂不仅仅是被困在温泉池中的幽灵，他已经深入他的生活，成为了他无法逃避的噩梦。他能感觉到清泉并没有真正得到解脱，那个充满怨气的灵魂依旧在他身边徘徊，等待着最终的复仇。他是否会再次成为清泉的目标？他是否能再次摆脱这股无法言喻的黑暗力量？这一切仍然悬而未决，而这一切才仅仅只是开始。